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。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期视频聊一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如果我们身边有糖尿病的朋友，他们总是会抱怨手脚发麻、刺痛，晚上睡觉腿抽筋，或者走路像踩棉花一样不稳当。糖尿病患者有 30%到 90% 的几率会得一种让人痛苦不堪的并发症。什么并发症呢？就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。这个病起病非常隐蔽，发展很缓慢，等你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比较严重了。很多人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只能开一些营养神经的西药，效果有限，副作用还不小。但在中医的角度，这个病是完全可以通过辨证论治来有效改善的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会详细告诉大家如何早期识别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，中医是怎么分析这个病的，有哪6种不同类型。一个非常有效的中成药牡丹颗粒，它是怎么组成的？适合哪些人用？最关键的是，我会分享如何根据自己的症状来判断是不适合用这个药。掌握了这些知识，我们自己就能更好的管理这个疾病，大大改善生活质量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奔主题。首先，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这个病在医学上叫 DSPN， 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。为什么说它可怕呢？因为它的发病率实在太高了，几乎每3到9个糖尿病患者中就会有一个得这个病。那这个病是怎么表现的呢？我给大家描述一下，看看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这些症状。最典型的就是手脚麻木，就像戴了手套和袜子一样，感觉迟钝。很多人刚开始以为是劳累或者着凉引起的，没有重视，然后会出现各种奇怪的感觉，比如像蚂蚁在爬，像针在扎，或者像火在烧。有些人走路感觉像踩在棉花上，软绵绵的，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。最要命的是疼痛，特别是到了晚上，那种刺痛、烧灼痛让人痛不欲生，严重影响睡眠。而且这种疼痛在寒冷的时候会加重。更严重的是，到了后期会出现肌肉萎缩、手脚无力，连拿东西、走路都成问题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？但是大家别担心，中医对这个病有非常深入的认识和有效的治疗方法。中医把这个病叫做消渴病痹症。大家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消渴就是糖尿病的中医病名，痹症是指经络不通、气血瘀滞导致的麻木疼痛。这个命名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个病的本质，因为糖尿病导致的经络闭阻。我们用个比喻来形容的话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，它就像是身体里的电路出了问题。长期的高血糖就像是劣质的电流，会慢慢腐蚀我们的神经，让神经无法正常工作。现在重点来了，中医把这个病分成了6种不同的类型。为什么要分型呢？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病因不同，表现出来的症状也不一样，治疗方法当然也要不同。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。我来给大家详细说说这6种类型，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症状来判断。第一种，气虚血瘀型。这种人的特点是什么呢？首先是没力气，总是感觉疲倦乏力，稍微动一下就出汗，手脚麻木，像有蚂蚁在爬，疼痛是那种刺痛，晚上更严重。有些人还会便秘或腹泻，看舌头的话，舌质比较暗，可能有瘀斑瘀点。这类人其实就是身体的元气不足了，气推不动血，血液循环不好，经络得不到滋养，所以出现麻木疼痛。第二种，阴虚血瘀型。这种人有什么特点呢？除了手脚麻木，还特别容易下肢抽筋，感觉酸胀疼痛。最典型的是手脚有灼热感，特别是晚上更明显，同时还会腰膝酸软、耳鸣、便秘，看舌头，舌苔会包脱，缺少津液。这类人就是阴液不足，虚火上炎，血液粘稠，循环不畅。第三种，痰瘀阻络型。这种人的疼痛位置比较固定，皮肤可能发紫发暗，总是感觉身体困重，头重头昏，胸闷，舌头比较紫暗，舌体胖大，边缘有齿痕，舌苔白厚腻。这就是体内有痰湿，阻塞了经络，气血运行不畅。第四种，肝肾亏虚型。这种人关节屈伸不利，手脚微软无力，甚至出现肌肉萎缩，同时腰膝酸软，头昏耳鸣。这是先天的肾气和后天的脾气都虚弱了，筋骨失养。第5种，阳虚寒凝型。这种人手脚麻木没感觉，末端发凉，疼痛明显，
但是遇热疼痛会缓解，怕冷会加重，舌质暗淡，可能有瘀斑瘀点，这是阳气不足，寒邪凝滞，经络不通。第6种，湿热阻络型，这种人手脚有灼热疼痛，身体困重无力，肚子胀，口腻但不渴，大便黏腻不爽，舌质红，舌苔黄腻，这是体内有湿热阻滞经络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？不管哪种类型都有一个瘀字，也就是说血液循环不好是这个病的关键问题。所以治疗的时候，活血化瘀通络是非常重要的治疗原则。说到活血化瘀通络，我要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的中成药木丹颗粒。这个药是专门针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研制的，特别适合气虚血瘀型的患者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看看它的组成就明白了。黄芪，这可是补气老大。在中医里，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，黄芪能益气生阳，让身体的气足起来，推动血液循环，给受损的神经提供能量。盐胡索又叫圆胡，能活血行气止痛，这味药有止痛的功效，对于各种疼痛都有很好的效果。丹参俗话说一味丹参功同四物，它可是活血化瘀的明星。丹参能扩张血管，改善微循环，清除那些堵塞在血管里的垃圾，让血液畅通无阻地滋养神经。赤芍既能活血又能清热，对于血瘀有热的情况特别好。川芎行气活血，特点是上行头目，下行血海，能行血中之气，走而不守，擅长通畅全身气血。三七能化瘀定痛，特点是止血而不流瘀，化瘀而不伤正，对于淤血组织引起的疼痛效果显著，并能防止活血过度。红花能活血通经，散瘀止痛，对于阴虚寒凝的糖尿病患者的体质有很好的调理作用。苏木，它的功效非常聚焦，擅长治疗跌打损伤、骨折淤肿、筋伤等外科疾病，能散淤血消肿痛，是伤科常用药。鸡血藤能活血补血，调经止痛，舒筋活络，它既能活血，像红花一样疏通血脉，又能补血，像当归一样滋养血液，用于解决糖尿病血虚兼有血瘀的情况，而且对于血虚不能濡养筋脉导致的麻木、拘挛效果特别好。大家看这个方子的配伍非常巧妙，既有补气的黄芪，又有活血化瘀的药材，还有专门止痛的药材，这样配合起来就能够补气活血，通络止痛。那什么样的人适合用木丹颗粒呢？主要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属于气虚血瘀型的患者，具体表现是四肢末端或躯干部麻木疼痛，感觉异常，皮肤干燥，一块一块的像鱼鳞一样，中医叫肌肤甲错，面色暗淡，容易疲倦乏力，舌质偏暗，可能有瘀斑瘀点。如果我们的症状符合这些特点，使用木丹颗粒会有很好的效果。那么木丹颗粒该怎么用呢？用法用量：饭后半小时温开水冲服，每次1包，1天3次，4周是一个疗程，一般可以连续服用2个疗程。为什么要饭后服用呢？因为这个药里面有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，饭后服用可以减少对胃的刺激。注意事项，这个非常重要。1. 血糖必须控制好，这个药是在血糖得到有效控制基础上的辅助治疗，如果血糖控制不好，单纯用这个药效果会大打折扣。2. 可能的不良反应，少数人可能出现恶心、呕吐、腹泻等胃肠道症状，一般不影响治疗，可以继续观察，个别人可能出现皮疹或转氨酶升高，如果出现要及时停药。3. 过敏体质的人要禁用。4. 特殊人群，目前对于严重肝肾功能障碍、妊娠哺乳期妇女、18岁以下未成年人、70岁以上老年人的研究数据还不够，如果需要使用，要在医生严密观察下进行。5. 监测指标，使用期间要注意监测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，定期复查。很多人会问，我怎么知道这个药对我有没有效果呢？一般来说，如果对症的话，服用1到2周就会有初步的改善，比如疼痛减轻、麻木感改善、睡眠质量提高。如果服用4周还没有明显改善，就要考虑是不是辩证不对，需要重新调整治疗方案。还有一个重点要强调，木丹颗粒虽然是中成药，相对比较安全，但是也不能随便乱用。另外，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，除了用药，生活调理也非常重要，血糖控制是根本，这个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适当运动，
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但是要注意保护双脚，避免外伤。饮食调理，少吃甜腻辛辣的食物，多吃一些活血化瘀的食物，比如黑豆、桃仁、红花等。情绪调节，长期的疼痛麻木会影响情绪，要保持乐观心态，有助于疾病恢复。好了，今天关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中医治疗和牡丹颗粒的使用，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内容。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发病率很高，症状典型，要早期识别。中医分为6种症型，其中气虚血瘀型最常见。牡丹颗粒专门针对气虚血瘀型，补气活血，通络止痛。使用时要注意血糖控制和可能的不良反应。最后我要提醒大家，虽然今天说了很多关于牡丹颗粒的知识，但是中医治病讲究的是辨证论治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。如果你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，一定要找中医医生进行详细的辨证，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。另外，除了牡丹颗粒，中医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，比如中药、汤剂、针灸、推拿等等，每种方法都有它的适应症和优势。关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相关的知识和治疗用的中成药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其他中成药的知识，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紫云健康频道，后面还有更多实用的内容等着大家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